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妈呀，他这是想进局子了。省流，王一博身份证被拿去订机票，目的是为了用行程造谣抹黑。就昨天凌晨的事，乐华官博发了一则严肃声明，表示要予以严查，追究到底。蛮离谱的，赶在春运最紧张繁忙的时间段，浪费公共运力资源只为黑人，搞不懂这种人在想什么。可是怎么查？一个是不知道王一博的身份证号是从哪里被谁给传出的，再一个航空公司的订票机制有漏洞，只需要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，甚至都不需要本人的确认，就可以买票了。溯源挺难的。粉丝知道这是儿气愤的同时，还问责了公司。他们想知道到底是谁在铤而走险明知故犯呢？因为这种隐私被泄露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发生在王一博身上了。19年，黄牛公开在网上售卖王一博的手机号，还真就有私生买了号码给王一博打电话。他们不仅打电话，还在自己社交平台上分享给王一博打电话的体验，夸王一博会接电话，赞王一博说话温柔，偏不说自己有没有打扰到王一博本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。无奈之下，王一博发博让粉丝私生不要再打了。那密密麻麻的未解来电足足有快200个，这还不算他已经接起来的那些。合着人下午和晚上都不用休息是吧？当时这件事情闹得还挺大，可是乐华并没有真正查到那些贩卖王一博电话的人是谁，在哪，有没有违法。不止王一博，甚至内娱的绝大多数明星都没有逃得掉。去年杨迪信息被泄露上了热搜，和王一博一样，他也发博制止拨打他电话的行为。那密密麻麻的红色未接电话，其中还有90多个来自香港等地区。杨迪通过跟其中一个拿到他号码的女生交流，得知他们有一个电报群，明星们的信息就是在那些专门的平台和电报群里通过开合，一个个的被卖入他人手中。甚至今天人民网评都发文了，他们通过调查发现有专门出售明星信息的卖家，内娱700个明星的隐私资料打包只需要7块钱。这意味着均每个明星艺人的身份信息在黑市上还不值1分钱。这个数据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2个很严肃的事情：一，个人隐私完全没有隐私。不仅电话号码会被开合，盒子里还包括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等一系列重要的身份信息，甚至不限于此，就连个人名下的车辆信息和全家的户籍信息都能被开出来。二，大家在乎的隐私，在那些不法分子眼里不值钱，因为不值钱，他们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些信息，并且以极低的价格卖出去。可是虽然不值钱，但他们却可以利用这些隐私来牟利。某地高铁员工光靠着卖明星行程就获利将近30万，多可笑啊！记者和警察通过调查得知，那些卖家会以字母暗语代替隐私信息，买家10元可获明星高铁和航班号，卖家则承诺现货秒发。甚至一些电商平台上，甚至30元即可买到手持证件照并实名制认证，还可个性定制性别、年龄等。可这些都是违法的呀！刑法、民法典、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
对非法收集、使用、非法买卖他人信息等行为及其法律代价，都做出了清晰规定。所以，又是谁在卖这些信息资料呢？不止一个人，也不止一群人。从目前警方破获的案件里的嫌疑人来看，里面既有网络黑客，也有公职人员，有利可图让他们不断的进行违法行为。所以，又是谁在买这些信息资料呢？有需求才会存在。是喜欢那些明星的狂热粉丝，还是一些好奇明星私生活的路人？这个不得而知，但一定有人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他们是明星，他们是208，就该把隐私暴露在阳光下来搪塞。不是的，我们说的明星必须站在光下接受大众的评论，指的是他们的作品以及私德。对于他们的演技，观众可以任意评价好坏，这是他们的工作。对于那些出轨或者违法的明星，大家去讨论他们的行为，也都不是问题。唯独那些隐私信息，是不能拿来说的。如果今天我们认为明星可以没隐私，那么明天我们就会没隐私。那些接到的卖车、卖房、办信用卡的骚扰电话，我们没有任何的依据和底气去指责他们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我们漠视这种行为，那我们这些生活在网络上的每个个体，可能都会遭遇一言不合就被开盒的情况。每个人的身份信息、生活轨迹等等，都受到法律保护。对于种种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，漠视就是伤害，放任就是纵容。所以呀，为了我们自己，也要坚决抵制这种偷盗信息和买卖信息的行为。还有啊，喜欢从来不是打扰，再喜欢一个偶像，也不能丢了该有的原则吧。记者和警察通过调查得知，那些卖家会以字母暗语代替隐私信息，买家10元可获明星高铁和航班号，卖家则承诺现货秒发。甚至一些电商平台上，甚至30元即可买到手持证件照并实名制认证，还可个性定制性别、年龄等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